那前两天发生件事儿啊，让我对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做了很多深入的思考。你看啊，这是我19年买的 Model 3，我最近在纠结要不要把它换成一辆 Model Y。事情的起因呢是特斯拉刚推出一项新的优惠，允许我们这些买了 FSD 自动驾驶的老车主免费把它转到新车上。那据说这是一个特殊优惠，而且只有这一次机会，而且必须得在本季度内完成。你要知道这个 FSD 啊现在很贵啊，将近2万加币，所以能够免费把它转移到新车上，对于我这样的老车主来说是十分诱人的。那因为我经常用这个 FSD， 而且我们家只有这一辆车。那这辆 Model 3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噪太大，空调滤芯不够好。你看这两天我们这又是森林大火，这个车里就会有点呛。那最后我决定换车了吗？而这跟财富自由和机会成本又有啥关系呢？那就请你坚持看到最后，听我给你讲几个故事，聊一聊你可能不知道的机会成本的5大难题。理解它们十分重要，因为在我们财富自由的路上，每个决策都可能会受到它们的影响。难题1，比尔盖茨地上的$100和你的那杯拿铁。那观众中的80后肯定听过这个段子啊，就是说，比尔盖茨走在路上，见到地上有$100，他会不会去捡？那有一个版本的回答就是他不会，因为他当时是世界首富，假如他弯腰去捡钱了，他不仅不赚，反而亏了。那当时懵懂的我一听到这个解释，我觉得哇，好有道理啊，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呐。然而这个版本的回答恰恰是对机会成本的误解。机会成本听起来很简单，在 A 和 B 之间做选择，选择了 A 就必须放弃 B， 那么 A 和 B 的回报差就是选择 A 的机会成本。但是很多人忽略一点是，机会成本的选项之间必须存在一个互斥性，它们不能同时发生。比尔盖茨捡不捡地上的$100都不会影响他的收入，他的公司和股票都不会少赚1分钱。那同样的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你去捡那$100，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去影响你的工作。很多人在判断机会成本的时候，容易忽略选项之间的互斥性，导致错误的决策，甚至把对机会成本错误的理解当成不做某些事情的借口。那我曾经做一个视频啊，讲为什么我在家做咖啡而不去外面买。那有人留言说啊，你为了节省$0.73，填充咖啡胶囊的时间，为啥不用来研究股票呢？那类似的辩论大家可能都听到过啊，基本原理就是你的时间最宝贵，不应该浪费在省钱这种事情上，你应该把时间花到赚钱上。那时间最宝贵没错，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节俭和投资并不冲突。那我在家做咖啡时可以去思考投资，甚至可以听有声书。反过来去外面买咖啡，可能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和排队，而且很多人排队的时候可能在刷小视频。所以千万不要拿错误的机会成本概念当成不做某些事情的借口。难题2，你也许该买那杯拿铁。那我们追求范儿的人啊，特别爱拿买咖啡说事儿。Do I pay $2.50 for a coffee? Never. That's such a waste of money for something that costs 20 cents. 但是这导致了范儿社区里的一种现象，就每当有人买了一件奢侈品啊，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你在浪费钱。假如你把钱投资了，你就会怎样怎样怎样，你在为奢侈品支付高昂的投资机会成本。那先抛开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对他人的生活指指点点啊，这里更重要的一点是，范儿社区里的我们呢，常常忽略了机会成本背后隐含的边际效应递减。边际效应递减是指当一个因素持续增加，其他因素不变的时候，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这个因素所带来的效果或者说回报逐渐的变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特别饿的时候，吃第一口馒头，你感到特别的幸福，但是随着你吃这个馒头越来越多，你所获得这种幸福感就会越来越小。那这就让我想起前2天发生的2件事啊。第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跟我一起投资特斯拉的大姐，她已经退休了，特别热爱旅行跟摄影。她前2天打电话呢，特别纠结，说是不是要卖掉一些特斯拉股票，问我意见。我就说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如果卖掉这些股票能够让你去环游世界，让你更加快乐，那你就卖掉这些股票，你不用去纠结，他们将来会价值多少。那第二个故事啊，就是每年报税的时候，我都会对过去1年的开支来做一个总结。那今年我看到数字后呢，就习惯性问自己，还有哪些开支能够去砍下去？然后我看了半天呢，实在是找不到了。
然后我老婆就跟我说啊，你再纠结下去就是为了省钱而浪费时间和精力了。你要知道，我们家生活非常简单，节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几乎不在外面吃饭，我们没有朋友圈，也从来不看朋友圈，也不关心别人去了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啊，从来也不比较。我们当然会去买那些高质量的产品，但这主要是出于质量和需求。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让我觉得生活质量下降，节俭也从来也没有让我觉得消耗了我的精力。但是今年这个事儿呢，让我意识到，就是把简单的生活和节俭培养成一种习惯就可以了。再往前多走一步，它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就会骤减。所以啊，这两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在财富自由的路上，你一定要考虑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段、财富水平跟事情的优先级。当你年轻处在资产积累期的时候，你的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往往比较大。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和资产的不断的增加，你再去额外积累资产所获得的幸福感往往会越来越低。所以这个机会成本呢，它可能不是一个绝对值，它更可能是一种感知上的价值，遵循边际效应递减。OK， 在接下来讲我换车这段经历给我带来对机会成本的思考之前呢，请给我30秒的时间，感谢一下我的长期赞助商 Interactive Brokers。那 IB 呢是我自己使用的券商，非常的专业强大，体验很好，在很多地区呢都没有手续费，或者手续费低到没有什么影响。我在加拿大买美股经常要把加币换成美元，那 IB 的换汇功能真的是很快很便宜啊，比那些动不动就收1.5%以上手续费的加拿大券商来说 ，IB 的换汇费用简直太低了。那光这一点就足以让我选择他们了。而且现在 IB 还会为你账户里的现金支付有竞争力的利息，所以即使你只是把现金放在那里等待合适的投资机会，你也不会浪费太多的现金利率上的机会成本。那强烈推荐你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查看一下 Interactive Brokers， 你点击链接我会有收益，这也算是对我的支持了。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到机会成本的第3大难题。难题3，消费者和投资者眼中不同的 Model Y。那现在回到我换车的事儿啊，我当时是真的动心思了，我提交了 Trade-in 的估价，在网上看二手车的价格，甚至都开始研究 Model Y 的配件。你看啊，多讽刺！折扣往往是我这种抠门人的最大陷阱。然而，当我看到特斯拉给的 Model 3的折价时，我就突然冷静下来了。第一，就是特斯拉给的折价比市场价要低很多。第二，更关键的是啊，这个数字就像黑暗中的霓虹灯一样闪烁出几个大字：你是不是忘记了机会成本？于是啊，我就做了一个特别复杂的模型，把未来车价跟 FSD 软件的价格走势、股价跟自动驾驶的关系、车的折旧、利率、大盘的回报等等，全都放到这个 Excel 里做分析。就无论怎么算啊，把钱投资到特斯拉股票，甚至是指数基金上的回报，都大概率要高于免费转 FSD 省下的钱。但是后来我一想，这就是完全多余。汽车是贬值的，买资产总比买贬值品强啊。就算按照伊朗马斯的说法，未来自动驾驶实现了，车突然变成了资产，能赚钱了，我也不亏啊，因为那就意味着我手上的特斯拉股票就更值钱了。所以无论定量还是定性分析，换车的机会成本都太高，加上我都在家工作，我不怎么开车，更舒服一点的车对我来说边际效应不高。那我说这么多啊，并不是想告诉你怎么计算买车的机会成本，我想说的是啊，即使对于我这样习惯投资人来说，也会有一个行为缺陷，忽略机会成本的倾向。有研究发现，人们并不是不知道机会成本的概念，大多时候啊，人们在决策时单纯是忘了它的存在。这种遗忘并不跟你的收入、教育、社会地位有直接的关系，所有人都有忽略机会成本的倾向。然而，研究进一步发现，如果在做决策时被提醒了机会成本的存在，你大概率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会变得更加理性。就像我刚才的故事一样，提醒自己机会成本的存在，比知道如何计算它还要关键。那想要做到时刻提醒自己机会成本，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打造一个投资者的人设。那我们买房买股票时啊，往往会自然的考虑机会成本，因为这时候我们是投资者，计算跟比较就成了第一反应。然而社会爱把我们这普通人称为消费者，那这就潜移默化的给了我们一种身份暗示，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成了如何消费，而忽略了机会成本。所以啊，时刻保持投资者的人设就是避免忘记机会成本的最佳方法。那既然提到了消费，我们就不得不说机会成本的下一个难题。难题4，它是机会还是选择？机会成本这个词的选用十分的微妙。你看啊，它叫做机会的成本，而不是选择的成本，或者说决策的代价。那这个名字上的细微差别呢，就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它的计算。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框架效应。
那研究发现，当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框架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你比如有一个人面临搬家的抉择，那如果这个问题被框架为一个机会，你比如我是不是要搬到纽约呢？那纽约的生活和机会就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就可能更倾向于搬家。但如果这个问题被框架为一个选择，我是去搬到纽约呢，还是继续留在芝加哥？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去衡量两者的利弊，来做出一个更加理性的判断。那我们在做消费决策时往往受到这个框架效应的影响，我们往往把购买一件东西描述成一种机会，我们把这个东西同我们的身份认同、社交圈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赋予它远超本身功能的价值，陷入消费主义陷阱。那在投资中也是如此如果一个问题被框架成一个机会，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投资这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呢？那这时候你就会去幻想它所带来那些高额回报。但如果问题被框架为一个选择，我是选择投资这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还是选择那个低风险但是回报稳健的项目的时候，你就会更加冷静地权衡风险和回报的关系，更准确地评估机会成本。所以在衡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框架方式。难题5：买房还是买比特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提到的因素就已经让机会成本的计算变得超级复杂。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风险和不确定性，那它的计算就可能变成一种玄学。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个体精力和知识的储备，那一个人眼中的机会成本在另外一个人眼中可能就不存在。那2年前我做过一个视频专门讲到这一点。很多人愿意去用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来对比不同投资选择的优劣，比如假如我当年的钱没有买房，而是买了比特币，我现在就可以怎样怎样。或者说假如我把这个钱还了房贷，将来有一个特别好的回报率特别高的投资项目，那么我没钱投资不就是亏了吗？然而我想说的是，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只有在你面前的2个选择 A 和 B， 而且 A 和 B 都是已知的高概率事件的时候，才存在机会成本。你做了 A 就损失了 B， 你选择了 B 就丢掉了 A。 但是如果你面临的选择中其中有一个实际上是未知的，或者说是你假设的，那么你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机会成本的丢失。也就是说，如果当年买房的时候你压根没听说过比特币，也没有研究过，你不能说因为你买房了让你损失了投资比特币成为亿万富翁的可能。换句话讲，在你没有特别好的你深信不疑的更好的投资项目的时候，你选择买房或者说还了房贷，你并没有损失所谓的机会成本。虽然各种发财的机会总是时时刻刻客观存在的，但是你不知道时候，对于你来说它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机会成本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像是薛定谔的猫，它存不存在，你选不选择都取决于你的认知程度跟观察的角度。想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能够对机会成本有更准确的衡量，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有2个建议。第一，最能帮助我们的依然是不断的学习，开阔自己的认知。那套一句快被人说烂的一句话，那就是你无法赚到认知外的钱。第二，深刻理解你投资机会成本的基准线。比如很多人把股票指数标普500的风险跟回报作为基准，那有人用房地产、债券跟利率的风险和回报做基准，那这些对不同人都有意义。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很多人只是表面上听说过这些基准，并不是真正理解。那我2023年初做了一个视频分享，为什么我个人认为从概率上讲标普500指数在2023年是个好投资。但我相信即使是很多人看懂了那个视频里的计算，但真正去投资的依然是少数。那这当然可能是因为贪婪、恐惧跟自我欺骗，但更本质的原因是很多人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老挂在嘴边的所谓的基准。所以我想对刚才的认知说法加一个补充，那就是我们不仅赚不到我们认知外的钱，那如果我们认知不够深入，认知内的机会也可能只是一种臆想和幻觉。 OK，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机会成本的5大难题，希望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思考，帮助你在财富自由路上来做更好的决策。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就一定要去给我点赞评论。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